哲学爽歪歪，和你松歪歪。每集为你介绍一位哲学思想家。上集我们谈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、形上学。今天这集我们要来介绍他的人性论、伦理学，还有政治学。我们日常用语讲人性贪婪、人性如何的时候，其实都是在讲生活上遇到的人，他们不能为全人类代言。在哲学上有一套谈人性的方法，就是去探讨人类跟动植物有何不同，借此理解人的特殊之处。首先，人跟动植物有一个相同之处，就是他们都是活的有机体。亚里士多德认为有机体都有灵魂，这个灵魂是决定生命发展的 logos。他说的并不是像基督教的灵魂，并非先有一个无生命的肉体，然后灵魂被吹进了肉体之内。亚里士多德说，以为灵魂会进出身体的人搞错了，灵魂跟身体其实是一体两面，就像一块蜡的形状跟质料一样，蜡的形状不可能脱离蜡的质料而独立存在。同样的，人死后也没有灵肉分离的问题，身体跟灵魂的关系就像眼睛跟视觉的关系，眼睛的本质是看，所以视觉能力就是眼睛的 logos。 如果有天你失明了，你的眼球还是在脸上，眼睛的质料并没有改变，但眼睛的功能却丧失了。人死后也是只剩下实体，但是灵魂的 logos 丧失了。要理解人跟动植物的灵魂有何不同，就必须去观察动植物、人类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出的能力。首先，植物的能力最低等，只有吸收养分繁殖。再来，动物比植物更高级，因为动物可以感觉运动。人又比动物更高级，因为人可以进行抽象推理。所以要理解人性，我们就必须研究这些差异。为什么人有感知能力，但是植物没有？为什么人有理性能力，但动物没有？先来讲感知能力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感知能力的特点就是当人接受外部刺激时，可以过滤掉质料，只会保留下形式，变成脑子里的印象。就像一个金属印章印在一块蜡上，留下的会是印记，而不会留下金属。所以当你在看烟火时，你脑子里浮现的是烟火的形式，而不是烟火的质料，否则的话，你的脑子就爆了。人的感官感知到的是形式，这点非常特别，因为植物有形式，这个形式决定种子会长成什么样的树，但是树无法感知到自己的形式，只有人可以。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况，在森林里有一棵树倒下，但是没有人知觉到这件事，那请问真的有一棵树倒下吗？亚里士多德的答案是，假设有一棵树倒下，但是没人听到，这棵树倒下的声音只是潜在的存在，只有当它被某个人听到时，这个声音才真正的实现。换句话说，被人类感知到的形式是更高等级的实现，所以我们必须区分不同层次的潜能与实现。一株植物从种子长成大树，是形式从潜能变成实现，这棵树长成了自己。但问题是，树意识不到自己的形式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树具有被人感知的潜能。当人察觉到这棵树时，树的形式就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实现，仿佛是自然万物都具有一种力量，发送讯号给具有知觉能力的人类。当他们变成人类意识的一部分时，他们的形式才得到最高等级的实现。人类意识可以实现万物潜能的这个观点，后来就被物理学家海森堡用来阐述量子力学。量子被观测者测量之前，是以几率波的状态存在，直到测量行动出现后，几率波坍塌，量子的确切状态才实现。海森堡说，几率波的概念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里的潜能。接下来，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推论，在接收到刺激之前，人的感官其实也是潜在的。例如，触觉器官本身非冷非热，所以才能感觉到冷热；或是人的眼珠有黑眼球、白眼球，但是看到的影像不是黑的，也不是白的，代表眼睛视觉并没有内建任何颜色，才能忠实还原世界的颜色。换句话说，视觉是潜在的存在，等着被万物的形式触动。人的感官就像是处在中间值，如果遇到极大值，像是太大声、太亮，器官就会损坏。这代表感性是源自物理器官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那理性一定不是源自物理器官，
因为看到最强的光会让眼睛瞎掉，但是思考最深刻的思想却不会让心灵坏掉，反而会让心灵更有深度。所以理性一定是跟感官知觉不一样的存在。人跟植物的不同在于感知能力，人跟动物的不同在于理性能力。动物虽然有感知能力，但却受制于感官，只有人可以发觉感官所看到的表象是假的，背后还有一个实在原理。你不会看到动物怀疑世界只是假象，想寻找背后的真相。人跟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动物只能被自然给决定，但人被自然推动去理解自己的自然。这种知识让人能进一步超越自然的限制。那到底什么是理性呢？我们可以跟感性做对比。感官接收的是一个东西的感觉形式，像是蝴蝶的颜色、形状，但是理性接收的是一个东西的本质形式，像是毛毛虫如何变成一只蝴蝶，背后的生命周期是什么。理性能力比感性能力更高级，因为感官需要外在对象的刺激才会形成感觉，但是理性不需要对象的存在，也可以随时思考。所以理性跟感官一样，也是一种人的潜能，只有你在做思考行动时才变成实现。如果你有理性却不思考，那你就跟动物没两样，没有发挥人类的理性潜能。对亚里士多德来说，这种人的灵魂层次就是比较低等的，因为人的自然就是渴望理解世界，所以不去思考的人等于没有真正成为人。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都有本质，但只有人类可以思考万物的本质，所以当他们被理性沉思时，就得到了更高等级的实现。例如自然界里曾经存在的恐龙只有次级的现实性，生物学家研究的恐龙知识具有更高等级的现实性。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怎么人类知识比较高等，活生生的动物反而比较低等？因为人可以知道恐龙的 logos 生理构造、演化历史，但恐龙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生活，从哪里演化来。正是透过人的理性沉思，动植物的本质从自然层次上升到了精神层次。表面上看来是人的理性在思考对象，但亚里士多德说他们其实是同一个东西。因为当理性思考万物时，就是让本质在精神世界中实现出来，就像是把东西放在镜子前，镜子就会呈现出东西的形象。人进行思考时，理性就成了世界的镜像，映照出事物的本质。亚里士多德把这称作主动理智。如果你只是接收外在世界的资讯，那是被动理智。当你自主思考什么是某物的本质时，就成了主动理智。亚里士多德说，这种理智就是人性中的神性。这里的神不是基督教那种神，不是一个创造万物的造物主，而是照耀万物的造物主。人的理智就像光一样，如果没有光，就看不到万物的颜色，直到有光照时，颜色才能被看见。光并没有创造出颜色，颜色一直都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。同样的，万物的本质都以潜能的方式存在于世界上。假如人类不使用理智去理解万物，那就如同世界失去了光，万物的本质就不会被看见。当人开始使用主动理智，主动沉思世界的本质时，你的理性就会照亮世界。例如，当你学了生物学，你的心智就会提升到新的等级，你随时可以用生物学知识去照亮世界的生物，去阐明动物的生活原理。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的神性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当人类进行沉思活动，思考本质的时候，就变得跟神一样。这就导出一个很有趣的结论：原本人的自然就是去运用理性探索万物的本质，但是当人不断使用主动理性时，他就超越了人的本质，从人性走向了神性。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非常重要。西方文明长期以来都认为人比动植物更高级，就是因为人的理性可以认识动植物的 logos， 但动植物没有理性认识自己，所以人更接近神，而动植物的生命、法律地位都比较低等。后来20世纪的哲学家德希达就会批判这是 logos 中心主义，你预设了所有存在都有某种 logos 可以被人的理性认识，但这个预设说不定本身就有问题。在区分完人跟动植物后，我们知道人的独特性就是有理性可以思考本质。现在亚里士多德要再更进一步说，
人更特别的地方是，只有人可以用理性探讨如何过最好的生活。动物没办法思考这个问题，动物就是过着自然要求的生活，所以只有人类拥有幸福的可能性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要回答的问题：到底人要如何才能获得幸福？首先，亚里士多德观察到，人类的欲望总是在变化。当你穷的时候会渴望财富，但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又渴望别的东西。生病的人会渴望健康，但是当你恢复健康的时候又会渴望别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欲望的是 A， 但是当我们得到 A 之后又会渴望 B， 仿佛欲望的本质就是它会一直指向下一个东西。人们以为拥有了财富健康之后就会快乐，但是当他们有了这些之后又发现自己并不快乐。多数人其实不知道人生到底在追求什么。所以现在亚里士多德说，我们要区分两种人类追求的善。有些东西具有工具性的善，人渴望这些东西是因为它们可以带来其他好处，像是钱跟权力就是工具性的善。人追求财富是因为钱可以用来买东西，如果哪天货币失去价值，那钱就不值得追求了。相比之下，有些东西具有内在的善，人渴望这些东西是因为它本身就值得追求，它就是目的本身。例如艺术有时候不是为了商业价值，而是为了艺术而艺术。或是幽默，你不会问喜剧演员说为什么你要追求好笑，好笑不为别的，就是为了好笑。幽默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。同样的，幸福就是属于内在的善。当人追求幸福时，就是为了这件事本身，而不是为了别的。幸福本身就是最终目的，人人都渴望幸福的人生。有些人可能会反驳，那你要怎么解释那些追求痛苦的人？像是许多宗教都有苦修，天主教徒会自我鞭笞。亚里士多德会说，这些人表面上追求痛苦，但其实依旧渴望幸福，只是他们追求的是来世的幸福。如果我们都同意人人都渴望幸福，而且幸福不是为了别的目的，接下来就要问怎样才能达到幸福。亚里士多德先告诉你，什么行动无法达成人类幸福。许多人认为人生在世就是要追求享乐，努力赚钱是为了享受人生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，如果你的人生就是追求过得爽，觉得这就是幸福，那你的生活就跟禽兽没两样。因为感官享受动物也有，你如果只运用感官在生活，那你就是把自己降格成跟动物一样。他们已经忘记自己是人类了。不能吃太胖哦，会被杀掉的。动物被自然欲望驱使而追求享乐，所以你如果每天追求享乐，你其实是过着被强迫的生活。被谁强迫？被你的兽性欲望给强迫。要找到人的幸福，就要去看人跟动物不同的地方。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可以用他特有的理性，去把每件事情、每个行动做到最卓越的状态。人类一切的活动都是在追求做到至善，能够把一件事做到最完美，或是在一个情境里做到最公正的人，就能体验到幸福。这种卓越即是幸福的概念，其实已经受到当代心理学的认可。心理学家切克森米哈伊就发现，人在高度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会浑然忘我，大脑会进入心流状态，人会感觉到更大的幸福感。但是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人在德性上的卓越。在古希腊文里，卓越跟德性其实是同一个字，因为德性就是把自己的潜能完整实现，臻于至善。例如眼睛的德性就是看得清楚，马的德性就是跑得快，人的德性就是在各种情况下做出最好、最正义、最高贵的行动，而且还必须一生贯彻它，让这个秩序渗透进你的灵魂。只是做一两次好事就沾沾自喜的人，称不上幸福。例如你运动一阵子后达到健康，觉得很开心，这个健康不应该是你运动的终点，而应该是让你继续运动下去的起点。所以亚里士多德说，见到一只燕子不等于见到一个春天，你必须习惯做一样的卓越行动，直到它变成你的第二天性，变成一种灵魂的状态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性格。这就让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非常不一样。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是重复的行动，而不是理论。你可以透过哲学辩论得到一个勇敢的定义，但是知道什么是勇敢并不会让你变勇敢啊。人只有透过做勇敢的行动才会变勇敢。有些人每天都在探讨什么是勇敢，但在战争时期却不敢上战场。
这就像是病人很认真听医生的嘱咐，但却完全不做医生嘱咐他做的事情，那病人的身体依然不会好起来。同样的，只是听别人讲哲学，并不会改善你的灵魂，你必须听完后付诸实践，用自己的行动来改造灵魂。德性来自付诸行动，而非听课。问题来了，如果我追求德性，做善事，结果却有恶报怎么办？那不是很痛苦吗？怎么会是幸福人生？亚里士多德说，如果你做正义的行动，却因为自己没有善报而感到不开心，那你不能算是正义之人，因为你还在计较利益。以为德性的行动是实现幸福的手段，你就搞错了。真正热爱正义的人，看到正义被实现就会感到开心，就像爱狗的人一看到狗就觉得快乐。正义的实践本身就是幸福的实现，而非事情做完后得到正面回报才感到快乐。所以亚里士多德的这套伦理学非常不同于基督教的道德观。基督徒认为，不管人在世界上遭受多少苦难不正义，只要按照教规生活，努力行善，来生就会得到补偿，可以去天堂享乐。这在古希腊人看来是不可思议，因为古希腊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就是到地府游荡，过上每天耍废的生活，才没有什么来世的奖赏。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把焦点都放在此生，强调伦理学的任务就是重新组织人的欲望，让你在做好事时就感到快乐，做坏事时就感到痛苦，不要去想事后有什么善报恶报。你可能会说，但人就是会被诱惑去做不好的事啊，比如人明明知道抽烟有害健康，但是因为抽烟得到满足，所以宁愿伤害自己的健康。亚里士多德说，所有的恶行都是来自一个人错误的分配快乐，要防止这种事情发生，就必须从小教育一个人，克制自己不去做坏事，你反而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。像是古希腊人非常强调体育教育，就是透过习惯养成、反复训练，让小孩知道表现的勇敢强健就可以获得爱，获得鼓励，他们自然就会去做。也就是用外在诱因来组织小孩的欲望。这种德性的训练是非理性的，因为小朋友还小的时候，你不可能给他们一长串理由，就算你跟小孩讲道理，他们可能也听不懂。所以德性的养成一开始一定是无意识的习惯，让小孩潜移默化的吸收社群所追求的伦理价值，等他们的身体习惯后，长大再接受哲学教育，来探讨什么是勇敢。这就是苏格拉底在做的事情。所以德性行动虽然一开始是无意识的习惯，但是在人发展出自主意识后，就可以反思自己的习惯，批判这些习惯是如何受到文化家庭影响，主动认可某些好的习惯，并改掉某些不好的习惯。这种自我批判就是人类自由的表现。只有批判性反思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人才有可能自由并获得幸福。最后还有一种道德怀疑论者会提出质疑，如果做不正义的事情就是比较爽呢？为什么一定要过伦理生活，成为有德性的人？亚里士多德的回应是，我并没有要告诉那些不相信我的人他们是错的，因为伦理生活是你必须先体验过后才会懂得。这就像是没谈过恋爱的人，你跟他解释什么是爱根本没用。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不同的地方。柏拉图坚持要说服质疑他的人，追求正义勇敢的生活是好的，才符合一个人的最佳利益，但却遭到 Callicles 反驳，正义不过是弱者想用来牵制强者的鬼话。现实就是少数强者可以获得更多利益，但如果强者笨笨的相信哲学家口中的正义，反而会把自己的利益出卖给大众，这样正义反而损害了强者的利益。到最后柏拉图发现自己讲不赢 Callicles， 但是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回复更高竿，不用论证说服那些反对者，因为体验过正义生活的人自己就能感受到幸福，自己就会爱上这种生活了，你根本不需要说服他。所以那些正在过着伦理生活的人本身就是活生生的证明。介绍完伦理学后，亚里士多德说，要追求幸福，只有伦理生活是不够的，因为还需要有城邦提供基本生活保障，人才能实现幸福。不是生活在城邦里的，要么是野兽，要么是神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必须转向政治学。亚里士多德说，人的自然就是政治的动物，人不只是群居动物，还会把自己变成公民，用理性审议去组织社会分工。
其他动物虽然也会群居，但只是出于自然本性而做社会分工。如果人的本性是政治的动物，那为什么历史上所有的城邦都这么不完美，充斥着不正义？这就很自相矛盾了。你看自然界里的马，只要是健康的马都跑得快，因为自然赋予马跑得快的能力。所以如果自然也赋予人成为政治公民的能力，那怎么会每个人类社会都有缺陷，仿佛人并非真的适合打造政治共同体？人是自然界中唯一一个会创造出不健康环境给自己的物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亚里士多德认为，这是因为政体决定了一个社会的体质，人跟人之间的差异也是源自于政体的差异。波斯人活在专制社会，缺乏民主辩论的文化；雅典人活在民主社会，可以运用人的理性进行审议，所以雅典人的政体更好，更能实现人的幸福。波斯人只是野蛮人，但是所有政体都有可能败坏。亚里士多德就亲眼见到雅典民主制度的崩溃，这让他提出了对民主制的批判。民主是由多数穷人统治，为了穷人利益的政体。如果要顾及城邦的最大利益，应该要给那些有德性的好公民统治。但是在任何社会里，都只有极少数的人是有德性的公民，因为卓越本来就是少数人才能达到的。所以亚里士多德更推崇贤人制、贵族制，因为要打造最好的城邦，就必须要先知道怎样是最好的人类生活。但是只有少数的贤人体验过这种生活，那我们就应该让这些少数人为了共同利益来建造城邦。但是让少数德性之人统治的结果，就是多数人都会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。女人、工人、商人、奴隶都不具备参与政治讨论的资格，因为亚里士多德说，女人的理性能力低于男人，也缺乏实践的智慧。工人、商人总是让自己的私人利益优先于城邦的利益，而奴隶则是没有能力独立思考，总是需要主人的引导。加上要能够做深思熟虑的审议，必须要有闲暇时间，这在古希腊是只有男性公民才有的权利。你如果给女人、劳工、奴隶来做决策，他们反而会搞出坏主意。相反的，少数有德性的男性公民做出的决策，会实现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一开始就把某些群体排除在外，独尊少数的德性之人。但是我们可以反问，女人、劳工、奴隶，他们的政治思辨能力真的比较低等吗？这些人难道就无法提供我们幸福生活的一些观点吗？真的只有少数德性之人能告诉我们何谓幸福，还要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设计政治制度吗？今天我们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，每个环节环环相扣，自成一个体系。人有肉身跟灵魂，灵魂中的理性让人跟动物不同，天生就有理解世界的欲望，可以用主动理智沉思万物的本质。而当人把沉思的对象转向自己时，就会发现人都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。这时就从自然哲学转向了伦理学，因为只有过上伦理生活，去实践高贵、正义、慷慨，人才会感觉到真正的幸福。但是要能够做到这点，去实现自己渴望的价值，就必须仰赖社会环境的支持，必须打造政治共同体。所以伦理学就转向了政治学。一个好的城邦要有那些经历过伦理生活的人来统治，这些人能批判性的反思自己的习惯是如何被社会文化给形塑。这种沉思活动就是最高等级的德性。当人使用主动理智，就超越了人性，启动了像神一样的能力，可以照亮万物的形式。所以政治学最终又转向了形上学，人在沉思的活动中变成了沟通神界与自然界的桥梁，达到了最幸福的生活。留言加分享这支影片的脸书贴文，就有机会抽亚里士多德哲学导论一本。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。